但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勇气是在压力下的优雅。没有什么狩猎比追捕人更加刺激，那些长时间猎捕过武装人员并且喜欢这种感觉的人，之后就再也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感兴趣了。写作没什么特别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坐在打字机前流血。当你以一个男孩的身份去战争，你会有一种伟大的不死幻觉，其他人会死，但你不会。然后当你第一次受到重伤时，你就会失去那个幻觉，你知道这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清醒时一定要做你喝醉时说要做的事，这会让你学会闭嘴。这个世界会击垮每一个人，之后有些人会在被击垮的地方变得坚强。有时候一个聪明人被迫要喝醉才能与愚笨的人共度时光。与你的同胞相比，并没有什么高贵之处，真正的高贵在于超越过去的自我。一个管理不善的国家的第一个万灵丹是货币通胀，第二个是战争，这两者都带来了暂时的繁荣，都带来了永久的毁灭，但两者都是政治和经济机会主义者的避难所。我喜欢倾听，我通过仔细听取学到了很多，大多数人从来不听。找出你是否能信任某人的最好方法是信任他们。永远不要认为战争无论多么必要，无论多么正当，都不是一种罪行。在现代战争中，你将像一条狗一样死去，而且毫无理由。聪明人的幸福是我所知道的最稀有的东西。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去做。永远不要与你不爱的人一起去旅行。你很美，就像五月飞虫。我爱睡觉，当我醒着的时候，我的生活似乎就会崩溃，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命都以相同的方式结束，只有他如何生活和如何死亡的细节，才能区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没有哪位朋友像书一样忠诚。所有真正邪恶的事物都源自于无辜。犹豫不决与风险成正比，与年龄成正比。我学会了永远不把写作的井掏空，但总是在井底还有东西时就停下来，让它在夜间从养育它的泉水中重新补充。我们都是一门手艺中永远无法成为大师的学徒。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我非常不愿离开它。我喜欢去动物园，但不是在星期天。我不喜欢看到人们取笑动物，本应该是反过来的。时间是我们拥有的最少的东西。夫人，所有的故事，如果持续的够久，都会以死亡告终，而不愿向你透露这一点的故事讲述者，并不是真正的故事讲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只是试图尽我所能的写作，有时我运气好，写得比我能力更好。写小说时，作家应该创造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角色。一个角色是一种夸张的描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难再有英雄，但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必要。散文是建筑，不是室内装饰，巴洛克时代已经过去了。唯一能让人扫兴的是人，除了极少数像春天本身一样美好的人之外，人们总是幸福的限制者。对死亡的恐惧与财富的增加成正比增加。如果作家对他所写的东西有足够的了解，他就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冰山移动的尊严是因为它只有1/9在水面上。一旦发生战争，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必须赢得战争，因为失败带来的后果比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还要糟糕。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从已经存在的事情中，从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所有事情中，你透过你的发明创造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表象，而是比任何东西都真实和有生命力的全新事物。你让它有了生命力，如果你把它创造得足够好，你就赋予了它不朽。当你射下一只飞翔的鸟，你就射下了所有飞翔的鸟，它们各不相同，飞行方式也不同，但感觉是一样的，最后一只和第一只一样好。那种可怕的抑郁情绪，怀疑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价值，就是所谓的艺术家的奖赏。一个小说作家其实是一个先天的骗子，他从自己或其他人的知识中编造。只要人们让你独处不打扰你，你随时都可以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你对此足够无情的话，你就能做到。但最好的写作肯定是在你恋爱时。我们所有的话因为随意使用而失去了锋利。我不喜欢像上帝那样写作，只是因为你从未做到，评论家才会认为你做不到。他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灰尘所形成的花纹一样自然。曾几何时，他对他的理解并不比蝴蝶多，他也不知道他何时被拂去，何时被玷污。我不想和托尔斯泰争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那是因为你有错误的原因；如果你走红了，总是因为你作品中最糟糕的一面。我早上醒来，我的脑海开始造句子，我必须迅速摆脱它们，讲出来或写下来。战争是由不设防的财富引起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它们都是真的。我对战争的了解比现在还活着的大多数人都要多，没有什么比战争更令我反感。我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彻底废除战争，因为它对友好和敌对双方的破坏性已经使其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变得无用。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余生去到哪里，它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懦弱几乎总是缺乏暂停想象力运作的能力。写作和旅行即使不能开拓你的思维，也能开拓你的视野。我喜欢站着写作。为什么有人对一个失败的老人感兴趣？斗牛是唯一艺术家面临死亡危险的艺术，表演的精彩程度取决于斗牛士的荣誉。一旦写作成为你的主要恶习和最大乐趣，只有死亡能阻止它。他们无需知道你必须学习如何写作，让他们认为你天生如此。我一生都在看文字，就好像我是第一次看到它们一样。所有好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比真实发生的事情还要真实。写作没有规则，有时它来得容易而完美，有时它就像钻石头，然后用炸药把它炸出来。关于道德，我只知道，道德的东西是你感觉良好的东西，不道德的东西是你感觉不好的东西。要使战争公正，3个条件是必须的：公共权利、正当原因、正确动机。当我有一个想法时，我会把火调得很小，就像一个小酒精炉一样，越小越好，然后它就爆炸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武器曾解决过道德问题，它可以强加一个解决方案，但不能保证它是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我的目标是将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感受到的以最好和最简单的方式记录在纸上。你可以消灭你的对手，但如果你不公正地这么做，你就有被消灭的风险。
我从来不需要选择题材，我的题材反而选择了我。当你在钓鱼时，有人在你后面，就跟写信给女朋友时有人盯着你的肩膀一样糟糕。一个人得承受很多苦难，才能写出真正有趣的书。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